超雄的爸，懦弱的妈，疯癫的妹妹，爆炸的全家。今天婚礼，明天葬礼。看完这部电影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女生能顶半边天。赶紧拉上大悦众朋友一起沉浸式体验它。她就是故事的主角格蕾丝。格蕾丝原本是个灰姑娘，她偶然结识了一个小年轻，并且很快步入了婚姻殿堂。谁知结婚当天，格蕾丝才知道阿伟竟是个富二代，家族产业遍布各行各业，这泼天的富贵，但他却不知噩梦也随之而来。好在阿伟的家人很好相处，不仅没有嫌弃格蕾丝出身低微，还真诚地接纳她。婚礼很快顺利地结束了。小两口原本打算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谁知阿伟的姑姑突然出现，打破了这美好的氛围。Holy shit! Holy shit! Someone's here. What? 这神出鬼没的出场方式，吓得格蕾丝差点魂都飞了。姑姑催两人赶紧下楼，因为一家人都等着他们呢。等姑姑走后，阿伟这才解释说，他们家族有个规矩，每当有新成员加入，家族就会为他举办一个游戏，比如象棋、围棋、跳棋，还有扑克牌。等游戏结束后，才能算是家族的一员。小美听后一脸激动，因为她最喜欢做游戏了，特别是西洋棋和跳棋。她让阿伟先下楼，为自己拖延点时间，好让自己美美的补个妆。没过多久，众人来到一个专用房间，这里只有勒多马斯家族成员才有资格进入，里面挂满各种武器，看着很是吓人。紧接着，阿伟的父亲说明游戏由来和规则，他的曾祖父靠游戏发家，因此每逢家族有新成员加入，就必须玩一次游戏。而游戏也很简单，就是新成员从盒子里抽取一张纸牌，上面会标有游戏名字。不过，当小美抽出纸牌时，现场却异常诡异。Yeah, those are the rules. Hide and seek, right? Yeah, indeed. Those are the rules. 父亲告诉他，你有100秒的躲藏时间，在这期间，管家会将城堡所有的监控关闭，而且还会将能逃出去的门窗都上锁。为了更好地找到躲藏地点，女人把高跟鞋脱了。几分钟后，她找到专门运输食材的电梯。殊不知，丈夫整个家族都冷热兵器齐装上阵。躲猫猫真正的语义是，猎杀游戏开始，全场只有丈夫被安排坐在客厅等待。母亲此时还过来劝住他，最好不要出手帮忙。紧接二老就将他关在房间内，出门还不忘让大儿媳在门口看守着。可阿伟压根就不准备坐以待毙，悄悄地利用仆人通道离开。等大嫂走进房间，早已空空如也。没一会儿，躲在传菜屉中的格蕾丝便有些不耐烦，于是就爬了出来，准备看看什么情况。但是刚一出来，就被新郎从身后偷袭，拖进了房间。他本来想告诉格蕾丝些什么，但外面这时刚好有人，于是新郎又赶紧拉着他躲到了床后。而在他们躲好的瞬间，格蕾丝就听砰的一声，他往外一看，一个女仆就倒在了血泊中。同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妹妹大叫着跑到了这儿。Oh, Jesus Christ. This is Clara. Does she look like she's wearing a giant white wedding dress? Emily? Why did you shoot her in the face, sweetheart? You're supposed to maim her. She needs to be alive for the ritual. 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格蕾丝震惊不已，同时也知道了这个女仆只是个炮灰，而他们真正要杀的人是自己。为了避免格蕾丝发现真相，众人便准备毁尸灭迹。而在他们走后，新郎将格蕾丝带到了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，并说自己会帮她离开。而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残忍的游戏，他也知之甚少，只知道这是家里的规矩，必须要在天亮之前杀死抽中了捉迷藏的人，不然恐怖的诅咒就会降临到家族。他现在帮他，是因为他深爱着格蕾丝，之前没告诉过他这件事，是怕他会离自己而去。而他也没想到，格蕾丝偏偏抽到了捉迷藏。一听这话，格蕾丝脑瓜子嗡嗡的，安抚几句后，还让妻子先去厨房躲看，自己则偷偷溜进监控室打开门锁。说完转身就先离开了。格蕾丝为了方便，也为了求生，将身上白色礼服的裙摆给撕了。一时间紧张，忘了丈夫说的哪个门是通向厨房的。刚出来正好与搬尸体的家人撞个满怀。Damn it! Emily! Aim for the center of gravity! 要不是瘾君子女儿，估计格蕾丝早就凉了。然而就在女人无处可逃时，作为大哥的乔伊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四目相对下，他并没有杀了格蕾丝，其实他才是整个家族最清醒的人。男人给了格蕾丝10秒钟的逃跑时间。1,000, 2.5, 1,000. She's in the study!
紧接妻子也在这时走了进来，两人在房间发生了小争吵。妻子知道是丈夫故意放她离开的，虽然是夫妻，但两人早就名存实亡了。不一样的是，出身卑微的妻子死都不愿放弃这高贵的生活。没过多久，整个家族的人都赶了过来，女儿也在这时发现手枪忘记拿了，说完像犯错的小孩般躲在父亲怀里。丈夫在此时让她用自己的武器，正好2号女佣说自己发现了格雷斯，一时失手将打小报告的女佣杀了。Oh my God! Why does this always happen to me? 就在此时，大嫂也询问了与丈夫一样的问题，可依旧得到的是姑妈斩钉截铁的否定。We must keep. 听着还未咽气的2号女佣，上去就是哐哐一刀。We must kill the bride by dawn. 几人决定不按照祖上留下的规矩，众人一致决定去打开监控作弊。另一边，在城堡乱窜的格雷斯正好看见之前他选卡牌的房间，从墙上拿到了那把祖传的猎枪。丈夫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监控室，看看迟迟未打开的厨房门，拿起手中的喷子就想强行打开，奈何格雷斯却忘记了上子弹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听到外面有人，原来是一直在监控室的管家出来了。趁着男人在里面烧水的功夫，格雷斯将身上的子弹悄悄地上膛。另一边，丈夫根据电脑上贴的密码终于开锁了。就在管家好奇的查看门怎么开了，格雷斯举起双管猎枪出现了。还别说，老管家宁死也不退让，因为他知道这把枪是没用的。 The ammunition is display only. How did you really think I would be stupid enough? Fuck yeah! 不久后，父亲与大哥也来到了监控室。情急之下，他拿起消防器将控制电脑的开关器砸烂了。而在完成这一切的同时，爸爸和哥哥来到了这儿。为了保护格雷斯，新郎二话不说就开始战斗，可双拳难敌四手。虽然新郎是他亲儿子，但他却毫不手软，直接将新郎打晕，并反锁在了卧室床上。画面一转，来到格雷斯这边，虽然门锁被新郎打开，但出口重兵把守，根本无法逃脱。于是他便铤而走险，爬到了外墙。可结果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公公在和姑妈谈话，这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这个家族以前穷困潦倒，连 TV 解说都看不上，于是他们家族就和魔鬼签订血契。而随着契约的签订，他们变得家财万贯，但他们却受到了诅咒，凡是有新成员加入，就必须和新人玩游戏。如果这个人抽到了捉迷藏，就必须要在天亮前把新人的生命献祭，不然就会有恶毒诅咒降临。30年前，姑妈的丈夫就死在了这场游戏中。听到这里，格雷斯瑟瑟发抖。虽然他完全不相信恶魔的诅咒，但他知道他们一定是深信不疑的。于是为了活命，他心一横，直接跳了下来。好在只是2楼，他并无大碍。之后便偷偷来到羊卷，并打算在这儿躲避追杀，直到天亮。结果没想到，刚藏起来没一会儿，就有人跟了进来。随着脚步越来越近，格雷斯也看到了对方。来人是妹妹的儿子。格雷斯放松警惕，叫了他一声，并站了起来。他认为一个9岁孩子还能要了他的命，结果没想到，还没等他站稳，熊孩子拔枪就射，一枪打穿了格雷斯的手掌。可幸运的是，这把枪只能装1颗子弹。看着被打穿的手掌，格雷斯愤怒了，他真的愤怒了。他直接哐当一拳就将男孩打翻，可因为重心不稳，掉进了地窖中。但当他看向周围，却发现四周全是人骨头。显然这些人都没通过游戏。格雷斯越想越怕，于是想赶紧爬出去。可就在攀爬途中，手掌却不小心刺进了钉子，忍着剧痛，格雷斯爬了上来。简单包扎好伤口后，格雷斯继续逃亡。他来到了铁栅栏前，发现了一根本就不太结实的铁杆后，掰开铁杆后，他钻出铁门，逃出了这个鬼地方。谁知忠诚的管家追了上来，非要拉着格雷斯回去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，格雷斯竟揍晕了管家。紧接着，格雷斯就开着管家的车子继续逃。他一边开车，一边用车机系统报警。殊不知车机系统非常智能，不仅有定位功能，还有身份验证功能。由于长时间没有验证身份，车子竟然停了下来。看着停滞不前的车子，格雷斯快要崩溃了。他不停地安慰自己冷静，期盼警察抢先一步到来。然而抢先一步的并不是警察。
就这样，格雷斯被成功麻醉。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已经身处五芒星阵中。而他的好公公一边吟唱晦涩难懂的咒语，一边指挥众人饮下鲜血。待一切准备稳妥后，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公公突然喷出一口鲜血，紧接着其他人也陆续口吐鲜血，唯有哥哥没有事。原来他一直反对祭祀，不想再有无辜的人枉死，所以在鲜血里下了毒，想趁机救下格雷斯，带他逃出这里。可惜还没走出别墅，就被嫂子堵个正着。看着朝夕相处的妻子，哥哥以为妻子会听他的，放格雷斯一马，但枪声过后，嫂子竟打中了哥哥的脖子，就算华佗来了也没用。格雷斯看着哥哥为自己而死，他的小宇宙终于爆发了，直接正面硬刚嫂子。仅仅3招过后，格雷斯就夺下了嫂子的枪，本想一下毙了这个狠女人，谁知枪里竟没了子弹，只好一巴掌打晕她。随后赶来的阿伟正好看见倒地不起的哥哥，看着唯一有感情的哥哥死在眼前，弟弟在这一刻开始彻底黑化。就在格雷斯将母亲打得稀巴烂的时候，阿伟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，黑化的他亲手抓住了格雷斯，他们将格雷斯再次摁在了牌桌上。姑妈迫不及待地递过匕首，关键时刻格雷斯挣脱了其中一人，正好匕首只是插到了侧面，没伤到要害。而与此同时，天却已经亮了起来。这时，姑妈一把拉开窗帘，所有人都吓得不敢抬头，纷纷躲避着阳光。可过了一会儿后，却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而传说的诅咒更是虚无缥缈的谎言。那么现在该拿格雷斯怎么办呢？姑妈说还是要杀死他。说完就举起了斧头，结果刚一举起来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姑妈直接原地开花。然后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紧接着又是一声，嫂子也爆炸了。妹妹吓坏了，她转身带着孩子往外跑，可还是。这时公公拿起了盒子，并说自己是对的，诅咒真的存在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他也炸了。看到这里，阿伟慌了，他不断祈求格雷斯原谅自己，让他们重新开始。可格雷斯却回复他。就这样，豪门的新婚之夜却成了灭门之夜，格雷斯也因此继承了亿万家产，从此不必再奋斗。看完这个电影，我想说，各位帅哥美女一定要足够了解再结婚，万一他们家也喜欢玩游戏呢？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，我是皮皮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